这是云薇的竹马瑞泽，也是她的初恋。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女方结婚前要和前男友独处3天，算是谢恩，并彻底了断过往。这是规矩，你要娶我，就应该尊重我们这里的规矩。明目张胆的戴帽子，这准新郎怕是要闹起来了吧？再说了，沈一凡，你跟了我8年，好不容易熬到我嫁你，这点迁就你总该能做到吧？行，我接受。希望3天后咱们的婚礼能顺利进行。薇姐，快，闹洞房了！这怎么回事？床上怎么有个女人？沈一凡，你这是什么意思？忘了告诉你们，我老家也有个习俗，新婚夜得先当着妻子的面和前女友把过往做个了结。我刚答应接受孟云薇的习俗后，他就立马抛下我搬去了徐瑞泽的住处。整整3天他没有联系过我，结婚前夜我却在酒吧找到了他。还是薇姐牛逼，初恋和现任都是大帅哥。就是结婚前跟初恋温存，结婚后搂着现任，这福分也是没谁了。你怎么来了？打扰你跟初恋叙旧了。姐夫，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俗，结婚前跟旧情人重温旧梦，然后彻底跟过去做个告别，也算是对婚姻忠诚的一个重视。姐夫你放心，等过完今天，薇姐就彻彻底底是你的人了。我说了，我能理解。还是薇姐会调教，把姐夫教得这么通情达理。薇姐，今晚可是婚前最后一次放纵，要不我们玩点大的？行，你们定。那跟瑞泽亲近一下吧，上一次见你们这样还是8年前呢。孟云薇，我过来是想提醒你，明天婚礼记得准时来。薇姐，姐夫这大度也是没谁了，亲眼看着你和初恋亲近都不闹，得夫如此，夫复何求？那当然，一凡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为了我连牺牲都愿意，这点他还是能忍的。我心底最深的痛，竟然被他当成调侃，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了出来。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我真的不想要，还是打了吧。云薇，患者宫外孕大出血，必须切除一侧石龙肝。都是因为我不能再让他受这种苦了，我要戒杀。因为那次流产，你觉得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你了是吗？孟云薇，其实我并不是非你不可的。今天在酒吧，你生气了？没有。一凡，你突然变得这么懂事，我有点不适应了。瑞泽得知我要结婚，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的。你放心，我跟他早就成为过去了。我要嫁的人是你，跟他独处只是为了完成家乡规矩。你不用跟我解释，我说了，我尊重你们的规矩，但我们老家也有个规矩，你明天也得尊重一下。没问题。你老家什么规矩？云薇，专心点啊！不是说好了今晚是最后的相聚吗？怎么能分心？好了，先不说了，明天婚礼，乖乖等我，我一定准时到。兄弟们不好评价，你自己看看吧。孟云薇她是不是有毛病？什么狗屁规矩？这明摆着就是背叛嘛！你当初为了她跟家里人决裂，她明明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怎么转头就跟初恋纠缠不清？她到底有没有心？大概是没有吧。陆家才是你的良缘，你非要娶那个孟云薇，就滚出这个家！一凡，我对着天发誓，此生绝不负你，也绝不会让你后悔。早点休息。我好难受。一凡，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他都这样对你了，你还要娶她？大军，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受了委屈，当然得以同样的方式还回去啊！各位来宾，婚礼即将开始。哎呦，我的薇姐，你可算来了！就是啊，薇姐，听说你昨晚相伴整夜，姐妹几个还担心你今天起不来，替你捏了把汗呢。你们几个未免太小看我了吧？新娘休息室收到。一凡，你今天很帅气，
别听他们瞎说，哪有什么整夜相伴，都是开玩笑的。早上瑞泽突然胃疼，耽误了点时间，所以我才来晚了，你别往心里去。妹夫，新婚快乐！不好意思，我是来见证你们的幸福的。瑞泽今早闹得厉害，非说要来参加婚礼，我干脆就把他带过来了。你放心，习俗流程昨天已经走完，我以后跟他会保持距离的。慕云薇，你既然来了，都是贵客。妹夫，你这身西装看起来有点廉价呀。云薇，你这就过分了啊！你怎么没给妹夫买定制西装嘛？我记得你18岁那会儿跟我谈恋爱，亲口说以后结婚一定要给我买限量版西装。你还说婚礼要在市里最大的酒店办，至少要宴请上百桌，至少斥资100万才能配得上我。怎么你今天和妹夫的婚礼变得这么寒酸呢？我跟一凡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早就过了一门心思想要面子的年纪，我们不在乎这些牌面了。这场婚礼是孟云薇全权操办的。当初她说要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信了。一凡，那些租车的钱、买花的钱都是白扔，咱们省掉车队，省掉那些没用的鲜花，酒席订个10几桌，意思一下就行。一凡，咱们创业不容易，这每笔钱都得花在刀刃上。婚礼这种面子工程，能省就省，咱们把钱留着以后过好日子，你说对吧？云薇，这件才500多块，是不是太仓促了？哎呀，你底子好，穿什么都帅。网购款怎么了？省下来的钱，咱们去吃大餐。哪有什么不在乎牌面？他心中的那杆天平，从徐瑞泽回国的那一刻起，就是偏的。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宴请。妹夫，看着这些照片，我真的好羡慕你。羡慕你能跟心爱的人结婚，妹夫，而我这辈子怕是再也遇不到心爱的人了。医生说我得了重病，治不好了。这照片，我没多少日子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想在死之前也能办一场这样轰轰烈烈的婚礼。一凡，要不让瑞泽代替你完成这场婚礼吧？看着这些照片，你疯了！孟云薇，你真疯了！婚礼怎么能让别人代替？你今天到底是嫁给徐瑞泽，还是交给一凡？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一凡，这只是为了替瑞泽完成最后的心愿，他都快病死了，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再说了，明天跟我去领证的人还是你啊，一凡，你看之前的3天同居的习俗你都忍下来了，就说明你是真的爱我，你应该不差这一次了吧？你放心，今天拜堂的人虽然是瑞泽，但我保证，今晚陪我的人绝对是你。对于男人来说，比起那些虚头巴脑的婚礼仪式，最重要的是新婚之夜，不是吗？这新郎脸都被踩进地里了，这能忍？哎，这沈一凡怕是被这女人拿捏死了。你看他那样子，连个屁都不敢放。好，乖，还是你懂事。先回婚房等我，等我拜完堂就来找你。正好这个堂我也不太想拜。孟云薇那个，他简直不是人！又怎么了？他其实早就计划好了，你一走，大屏幕上的照片立马换成他和徐瑞泽的。还有那西装，你穿的是599元的烂地摊，可他转身就给徐瑞泽换上了一套价值几10万的纯手工定制西装，现场还莫名其妙加了30多桌酒席。你猜是谁的？全是徐瑞泽带过来的那些所谓亲戚朋友。孟云薇就是欺负你父母不在身边故意的，这女人太狠心了，她凭什么这么对你？没事的，放心吧，大军，这个哑巴亏我绝对不会白吃的。一凡，婚礼办完了，我把瑞泽送回去了，以后我跟他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你今天没生我的气吧？没有。谢谢您这么善解人意。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我这辈子只……云薇，我刚刚上楼不小心摔了一跤，好疼啊，流了好多血。一凡，我得过去一趟。孟云薇，你刚刚说了，你说不会再跟他联系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向你发誓，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我就回来了。你去吧。
你来了。薇姐叫我们别来闹洞房，笑话！昨晚跟瑞泽相伴整夜，今晚没精力陪姐夫了。姐夫跟他在一起8年，我第一个不答应。对，今晚非得大闹一场，怎么也得让薇姐好好陪陪姐夫。瑞泽，我得走了，以后我们还是少联系吧。毕竟我现在是一凡的妻子，我得跟他好好过日子。你的心愿我也替你完成了，下次你再遇到什么事，给我那几个闺蜜打电话就行，她们会帮你的。云薇，你再陪我最后一天好不好？我一个人在国内冷冷清清，真的好孤单。放手！说好了出来半个小时，现在都快1个小时了，一凡怕是等得焦急了。又是他们，肯定是催我回去洞房的，吵死了。抢了！沈一凡这种人，谁会抢他？这女的是谁？这是我的床，这是我的婚房！怎么回事？我问你们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薇姐，我们也不清楚啊。本来这不是姐妹们说要给你个惊喜，过来闹洞房吗？说重点！结果我们一踹开房门，就看见那个女的长得特别狐媚，就那么躺在你的床上。薇姐，最要命的是，姐夫一点都不惊讶，他貌似跟那个女的很熟，两人的状态根本不像是刚认识的。薇姐，你估计是被辜负了，真的，这场景谁看谁疯，你赶紧回来吧，再不回来，这女的怕是要直接当这屋的女主人了。沈一凡，对，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沈一凡他离不开我，他这辈子都离不开我，不论我怎么闹，不论我做的有多过分，他都得在原地求着我回去。一定是那个女人在做戏，这绝对是个误会。呀，云薇，你老公竟然和别人亲近了，他怎么敢的？今天可是你们的新婚夜，他怎么能把人光明正大的带到你们的婚房里？云薇，这可是你的地盘，沈一凡这是当众往你脸上扇巴掌的，这口气你能忍得下去？我忍不了，一刻也等不及了。云薇，别冲动啊，万一是误会呢？去悦豪大酒店，快，开到最快！沈一凡，要是真的，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那不是刚举行完仪式的孟小姐吗？怎么一个人这么狼狈？听说去追初恋了，结果新郎在婚房里，这婚礼办的真够热闹。薇姐，你终于回来了。薇姐，你放心，姐妹们刚才一直在这儿给你死死守着呢。这人咱们盯得紧紧的，他还没来得及对姐夫动上手。沈一凡，孟云薇，你终于回来了。说好了去半个小时，结果我足足等了你1个多小时。等我？沈一凡，你居然还有脸跟我提等我？等我？等我来撞破这一切吗？沈一凡，你难道不应该先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应该的，这不是在等你回来，再跟你解释吗？云薇，别在那儿站着了，过来认识一下。沈一凡，你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们老家的规矩。新婚夜，当着妻子的面，和前女友做个了结。沈一凡，你开什么玩笑？你是不是疯了？沈一凡，你开什么玩笑？什么破规矩？我从没听过哪个地方有这种荒谬的规矩。你们老家有婚前跟前友独处的规矩，我们老家为什么不能有跟前友了结过往的规矩？孟云薇，做人不能这么双标。
你要求我忍气吞声的接受你的规矩，那你也得尊重一下我的规矩，你说对吧？既然你想跟我过日子，我这规矩你就得在这儿守着，亲眼看完。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你在婚前跟初恋独处3天，整夜相伴，一凡在新婚夜跟前女友做个了结，应该不过分吧？再说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婚礼之前，你可是亲口答应了接受这个规矩，你总不能反悔。好了，既然你到场了，那这事儿该有个了断了。走吧，走吧，新娘要看着新郎和前女友了结过往了，你们凑啥热闹呀？够了！沈一凡，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对不对？报复我跟瑞泽独处，报复我为了瑞泽冷落了你3天，所以故意找了个女人来气我。对，孟云薇，是你先对我们的感情不忠，是你先将我的脸面踩在地上狠狠践踏，把背叛干得光明正大，我凭什么要装聋作哑地接受你的背叛？况且你的婚礼都给了徐瑞泽，你如今的伴侣应该是徐瑞泽才对，我跟谁在一起你应该也管不着了吧？好，我承认规矩是假的，婚礼也是特意为瑞泽办的，是我骗了你，但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瑞泽得了重病，医生说他治不好了，他只想在有生之年跟我重温旧情，是他跪在地上哭着求我的，我真的不忍心拒绝。一凡，我既然说了以后会跟他断绝关系，那我就不会食言。我今天已经跟他说清楚了，从今往后我只跟你好好过日子，绝不会再跟徐瑞泽有任何联系。你也别跟我闹了，把这个女人叫回去，我可以不计前嫌，当做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计前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沈一凡，你这位新娘子心胸可真是宽广的，让我佩服呢。跟初恋独处了3天，回来还能摆出一副施舍你的样子。沈一凡，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你到底叫不叫他走？哎呀，姐夫，你看看你这脸拉的也太长了，差不多行了，别跟薇姐闹了。薇姐刚才不是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那个徐瑞泽他是个要死的人了，重病啊。薇姐那是心软，看他可怜才答应他那个稍微有点过分的要求。就是啊，姐夫，男人嘛，心胸得宽广一点。薇姐虽然这3天在那边，但她心里最爱的人始终是你啊，不然她干嘛还费劲巴力的回来跟你洞房？姐夫，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风风雨雨都过来了，不能因为这么点情感上的小意外就说闹掰就闹掰了吧，多不划算啊！听姐妹一句劝，赶紧把这女人赶走，别在这闹笑话了。只要你现在点头，把这女的弄出去，薇姐还是你的，咱们这婚还是喜庆的，对不对？你们这帮人在这自说自话了半天，真当我是死的是不是？一凡，你刚才也听到了吧？他们说要赶我走呢，可咱们不是说好了今晚要做个了结的吗？你可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该不会对我食言吧？把你的脏手给我放开！沈一凡是我老公，我们今天刚拜过堂，你这个不要脸的，你也别碰他！你到底是谁？你算哪根错？我是谁？你刚才在外面没听清楚吗？那我就再说一遍，我是一凡的前女友。按照他老家的规矩，我今晚就是要代替你，跟他在这儿做个了结。不可能，沈一凡跟我在一起8年，这8年来，他身边连只母苍蝇都没有，他除了我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是他的初恋，是他唯一的女人，他哪来的什么前女友？你就是一个为了钱被他找回来的冒牌货，你是他专门请回来膈应我的群众演员，对不对？这都被你发现了，我确实不是一凡的前女友，其实我是沈家真正认可的未婚妻。什么未婚妻？你胡说八道！你凭什么叫未婚妻？他未婚妻明明是我，是我孟云薇。一凡，你说话呀！你告诉他，我才是你的未婚妻，我们8年了，你为了我连父母都不要了，你哪来的什么未婚妻？你快让他滚出去！孟云薇，我没有耐心陪你耗了，别忘了你已经结婚了，你的丈夫是徐瑞泽，你们今天当着几十桌宾客的面拜了堂，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算是结束了。陆静怡是我父母给我找的联姻对象，确实也算得上是我的未婚妻。我跟我未婚妻提前联络一下感情，你应该管不着吧？好了，现在我要和我未婚夫说点私事了。各位还不走，是想留下来一起听吗？这是我家，这套房子是我和一凡一起买的，这是我们的婚房，你凭什么在我的婚房撒野？
你说的对，这房子我还真看不上，太寒酸了，比我家大别墅差远了。走，一凡，我带你去个视野更开阔的地方，保准今夜让你流连忘返。放开他！我不准你带沈一凡走，我不准！陆静怡，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是我的老公，他跟了我8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当着我的面把我老公带走？放手！我不放！沈一凡是我的，哪怕我不要，也轮不到你来抢。放开我！你们这群混蛋，放开我！你们几个凭什么绑我？这是我家里，沈一凡是我老公，你们凭什么当着我的面抢走我老公？救命啊！你们救我！走吧，这里太吵了。一凡，别走，回来！是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我真正爱的人是你，我想嫁的人是你，求你别跟他走。他的爱可真廉价。为什么？沈一凡，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薇姐，难怪刚刚那个女人看起来有点眼熟，那几个保镖好像是陆家的，她该不会就是陆家长公主陆静怡吧？陆家产业横跨金融、地产、科技、医疗，是海城举止可数的名门望族，权势大得吓人。薇姐，你这回怕是真斗不过那个女人了。一凡，到了。静怡，你说他们还肯让我进门吗？沈伯伯和伯母这8年一直在等你，去吧，今天之后没有人再能欺负你。是一凡吗？你还知道回来？瘦了，黑了。一凡，你受苦了，回家就好，回家就好，只要你回来，什么都不重要了。既然陆家丫头把你送回来了，就说明你还没糊涂透顶，赶紧去把这身恶心人的衣服脱了，免得脏了家里的地毯。妈，我知我错了，我不该为了那个女人这样践踏你们的自尊，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8年前我就跟你说过，孟云薇不是你的良缘，你非不听。现在你看清了吗？看清了，爸，我看清了，也看透了。这8年，我输得一败涂地。没事的，孩子，真的没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降过几回？那时候你总觉得那是天，觉得那是唯一，妈都懂。妈不怪你，只要你现在能及时回头，妈这颗心就算是落回肚子里了。既然回来了，那就把那些乌烟瘴气的烂事儿都翻篇吧。一凡，既然你现在看清了谁才是良人，那就早点把你和静怡的婚礼提上日程吧。这婚约本来就是2家早就定下的，名正言顺。静怡这孩子，你别看她平时冷冰冰的，其实心实着呢。她可是从10几岁情窦初开那会儿就一直喜欢你。静怡盼了你这么多年，才终于盼到你回心转意呢。伯父伯母，我还有点事儿，先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你看静怡这孩子还害羞了，一凡愣着干什么？快去送送静怡，别让人家女孩子一个人走。陆静怡喜欢我很多年，其实我一直都是知道的。我俩从小认识，在这片庄园里一起长大，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梅竹马。可年少时的我对她真的没有半点好感。沈一凡，你装什么忧郁小王子呢？起来陪本小姐练散打去。陆静怡，你能不能淑女一点，别整天像个疯丫头一样。我就爱欺负你。沈一凡，你长得这么白净，不去当受气包，真是可惜了。沈一凡，这大小姐又发什么神经？静熙，其实我觉得这样对你挺不公平的。我跟孟云王在一起8年，8年来为他付出了很多，甚至还为他做了手术。这样的我根本就配不上这么好的你，你值得更好。好了，别说了，一凡，那是你的过去，并不是你的污点。
是你遇人不淑，被辜负了真心，你也是受害者，你没有任何错，凭什么你不能得到幸福？我喜欢你，喜欢的是你沈一凡这个人，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不管你变成了什么样，我自然也能接受你的一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再为了那个不值得的女人自我折磨了，给自己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好吗？好。历经一次失败的感情，我已经不再期待什么真爱了。真爱那种东西太贵，我付不起第二次代价。不管将来会怎样，但起码现在陆家的财富和权势对现在沈家很有利。孟云命，既然你想要通过徐瑞泽爬上高位，那我就借陆家之势拽下神坛。大少爷，您和陆小姐的婚礼日子已经按老太爷的意思彻底定在下个月初8了。按照您的吩咐，请柬今天下午已经全部发了下去。江城和海城有头有脸的世家、媒体，包括陆家那边的政商至亲，无一遗漏。孟家那边收到了吗？回大少爷，发往孟云薇小姐那里的请柬是保镖亲自送过去的。听底下人说，孟小姐看到请柬的当场，整个人就傻了。大少爷，外面下着冷雨，孟云薇小姐现在就站在咱们庄园的雕花大铁门外，说必须要见您一面。她已经在外头站了快1个小时了，浑身都湿透了。拿把伞出去见见吧，有些账也该彻底清了。一凡，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一凡，我求求你，你别跟他结婚，你别娶陆静怡好不好？我错了，一凡，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今天来就是想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跟徐瑞泽已经断了，彻底断了。我向你发誓，我这辈子、下半辈子以后绝不再见徐瑞泽一面。如果我再见他，就让我天打雷劈！一凡，你相信我这一次，就一次好不好？你别娶那个陆家长公主，你回来，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重新开始？孟云薇，你在说什么笑话？笑话？不，这不是笑话。一凡，我们在一起整整8年啊！8年的感情啊，人生能有几个8年？你当初为了我可以那么决绝的跟你的亲生父母决裂，可以放弃你沈家大少爷的身份，可以为了我去做手术。你那么爱我，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可以走得这么决绝？你连头都不回一下，连一丁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留。8年的情分，难道在你眼里现在连一张擦手的纸巾都不如吗？沈一凡，你这样对我未免太残忍了。孟云薇，我给过你机会的，不止一次。8年，你拖了整整8年才肯点头嫁给我，即便这样我都忍了下来。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我们婚礼之前跟徐瑞泽纠缠不清。不是那样的，一凡那是他求我的，我只是心软，我真的只是心软。够了，别再用你那廉价的心软来恶心我。你走吧，从你走进徐瑞泽住处的那一刻起，从你让他在婚礼上代替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早就已经彻底结束了。沈一凡，你不能走，你回来，你回来啊！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你忘了你说过要一辈子跟我好的吗？把正门的监控备份，以后别让他出现在沈家方圆5公里之内。是，少爷。薇姐，别喝了，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再喝下去真的要出人命了。是啊，薇姐，你就算把自己喝死在这儿，沈医生也看不见。他现在正忙着给那个陆家公主写请柬呢，下个月人家就要结婚了。滚！都给我滚！拿酒来，给我拿最烈的酒来！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解铃还须系铃人，去把徐瑞泽带过来。现在也只有瑞泽的话，他能听进去几句。云薇，别喝了，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为了那个男人喝成这样，你觉得值得吗？我早就跟你说过，沈一凡那个男人不是什么人，
你看看他，平时装得像个圣人一样，结果呢？他能在你们的新婚夜，在你们拜堂之后，当着你的面把别人带进困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早就不在乎你了。他在外面的人估计比咱们见过的都多，他以前那些深情都是装出来的，就是为了骗你。一个满嘴谎言的人，一个背地里乱搞的货色，你该庆幸离了他才对。云薇，这种男人不值得你掉一滴眼泪。谁允许你这么诋毁一凡的？一凡不是那样的人，他跟了我整整8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他为了我跟家里断绝关系的时候你在哪儿？他为了我去做手术的时候你在哪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评判他？徐瑞泽，你怎么还有脸来这里啊？你为什么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都怪你，全是你的错。是你哭着跪着求我，是你跟我说什么有生之年想重温旧情，是你忽悠我跟你独处3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些下作的手段，一凡怎么会离开我？他那么爱我，他原本该是我的新郎。是你毁了我的爱情，是你亲手毁了我的8年。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你为什么还要再过来？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你脖子上的这些红疹，到底是怎么回事？云薇，你看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重病啊，这些都是重病引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是绝症。不，这不对。云薇，你疯了是不是？大半夜的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我说了我是重病，这是绝症，我不需要做别的检查。你闭嘴！徐瑞泽，你今天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最好祈祷你身上那些烂疹子真的是重病。这位女士，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这位患者怎么了？医生，给他做检查，做最全的血液检查。女士，您先别着急，挂号了吗？需要查什么项目？挂号，我现在就挂，给他查红疹，查免疫系统，还有传染病筛查，全给我查一遍。孟云薇，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根本没有那些脏病，你这是在侮辱我！我不做检查，我不查。医生，拦住他，他心虚了，他身上有鬼。小刘，带他们去隔离诊室，开急查单，马上安排抽血。医生，结果怎么样？他是不是红疹？患者并没有患红疹，他的免疫系统确实彻底崩溃了，但原因不是红疹。哈哈，我就说嘛，我根本没病。云薇，你听到了吗？我没病。他染上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且已经进入了发病期。传染病，畜生！你这个畜生！啊！你在国外乱搞，得了传染病，却骗我说是重病，还哄骗我跟你相伴，你太让我失望了！把他们拉开，赶紧清场！护士，立刻对这个诊室进行空气和地面的全面消杀！一凡，天亮了吗？这就是我想要的婚礼，这就是我为了初恋求来的。8年换来一个传染病。沈一凡，你说的对，我的爱真廉价。沈一凡，我这宝贝女儿交给你了，要是再让她流半滴眼泪，陆家绝不饶你。爸，您放心，这辈子我只有让她笑的份儿。沈大少爷，今天表现不错，帅的我想现在就把你抢走。别急，已经是你的了。沈逸晨先生，你是否愿意娶陆静怡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你都将永远守护她。我愿意。陆静怡女士，你是否愿意？100个愿意。陆总，
在商场上签几10亿合同的时候都没见你这么紧张，你现在是在害怕吗？谁害怕了？沈一凡，你笑什么笑？笑你可爱。沈一凡，你别逗我，我就是突然觉得有点没实感。8年了，我居然真的把你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了。一凡，上了我的贼船以后可就别想跑了哦。不跑了，这船这么稳，我这辈子都赖在上面了。静怡，谢谢你在最泥泞的时候拉我上岸，这辈子只要你不负我，我沈一凡绝不会负你。一凡，沈一凡，你出来，我求你见我一面，最后见一面就行。喂，还没叫够呢。沈先生今晚是大喜，全江城都知道他在陪陆小姐，你在这鬼叫什么？我是他老婆，我跟他在一起8年，我是他的云薇啊！你们去通报一声，他听见我的名字一定会出来的。沈先生的老婆，你也不照照镜子。沈先生现在正搂着陆大小姐在暖被窝呢，你算哪根葱？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告诉他，我得病了，是传染病，我快死了，我只想求他救救我，救命啊！一凡，听见没？这疯婆子还有脏病，离远点，别被她传染了。一凡呢？他是不是肯见我了？沈先生正陪着大小姐吃早餐，他特意交代了，大清早的，不想让某些晦气的东西脏了这儿的空气。把他弄走。像这种不知羞耻的东西，以后要是出现在方圆5公里之内，直接报警，听到了吗？沈一森，你当真这么狠心吗？我爱你啊，我真的爱你啊！求你把这个交给他，看在8年的份上，就看一眼。多吃点，昨晚累坏了吧？一凡，昨晚外面那只小野猫叫了一宿，凄凄惨惨的，你沈大少爷就没动半点恻隐之心？哪有什么野猫，我只听到了海浪的风声，挺好睡的。沈先生，那个女人留下的，她说求您看在8年的份上看一眼。烧了吧。哟，看来是最后的告白信啊。他的东西挺脏的，别留在屋里，平白坏了你的心情。是，沈先生。一凡，你真的不后悔？那毕竟是8年。8年，只是让我看清了什么叫真正的廉价。静怡，以前的我死在那个婚房里了，现在的沈一凡只属于你。沈总，工作狂也得休息一下，给你的咖啡。刚才接到物业那边打来的电话，说是咱们沈大总裁的公司楼下，现在可是热闹得很。热闹？有个女人在大厅里大吵大闹，跟疯了一样，指名道姓要见你。保安围了一圈都拦不住，说那架势像是要在这儿安家落户了。孟云薇，除了他还能有谁？听说他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个扩音器，正在楼下逢人就讲你的丰功伟绩呢。他说你抛妻弃子，说你是当代陈世美，娶了陆家的富家女，就忘了他这个旧爱，骂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他还真是阴魂不散，看来上次在医院给他的教训还不够。这种人理他做什么？要不要我让保卫科直接报警，告他寻衅滋事？或者干脆让保镖把他扔到马路对面去。不用，有些事一直躲着只会让他觉得我怕了。既然他想演戏给全公司看，那我就下去配合他，把这出戏彻底唱到谢幕。行，我也跟你一起去，免得他情绪激动起来，像条疯狗一样伤着你。好，走吧。沈一凡，你给我出来！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大家快看啊，这就是你们平日里崇拜的沈总，一个抛妻弃子、丧尽天良的坏种！这位女士，请你离开，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去接待室谈。去什么接待室？我就要在这儿说，让大家都看看，我跟了沈一凡整整8年，8年啊，我把命都快给他了，结果他攀上高枝了，娶了富家女，转头就把我像垃圾一样踢了。8年，真的假的？沈总以前这么渣吗？你看
看这女的穿成这样，跟个叫花子似的，沈总能看上她？沈一凡，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娶了陆静怡就忘了旧爱，你会有报应的！天在看，人在看，你这种人一定会遭雷劈的！沈一凡，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放开我，你让我过去，我有话跟你说。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沈一凡，你还有良心吗？为了你，我受了3次罪，为了你，我付出了整整8年的青春。人生有几个8年？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孟云薇，别再在这儿丢人现眼了。我们之间早在那个新婚夜之前就彻底结束了。结束？谁同意？谁同意结束了？沈一凡，你给我听清楚，我没同意，谁也别想让我们结束。我是你的妻子，全江城都知道我们办了婚礼的，我是名正言顺的沈太太，你凭什么在这拉着这个贱女人的手？你不能娶别人，你这辈子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办了婚礼又怎么样？孟云薇，你是活在上个世纪吗？我问你，你们领结婚证了吗？在法律面前，只有手持红本的人才是合法的。而现在，沈一凡的妻子是我，海城陆家的陆静怡。你孟云薇算什么？你不过是个前女友，是个背叛在先、廉价自私的前女友。你闭嘴！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都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凡。如果不是你横插一脚，一凡早就跪着给我领证了。你这个卑鄙的第三者，孟云薇，你还真敢说啊！你搞清楚状况。我和一凡从小就有婚约，我们两家是世交，是名正言顺的联姻。要说第三者，是你这个横插一脚耽误了他8年的女人才对。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女的也太能编了，自己才是插足的。听这意思，这女的以前干的脏事还不少。再说了，孟云薇，有些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当初是谁在正式婚礼前跟初恋独处3天？是谁厚颜无耻的在婚礼上让初恋代替新郎拜堂？又是谁在新婚夜当晚把自己的丈夫晾在洞房，自己跑去照顾那个装病的初恋？这些事哪一件拎出来不让你名声扫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妻子这2个字？你配吗？是，我是做错了，那又怎么样？他在新婚夜也报复我了，他那天晚上就跟你睡在一起了。你们2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背叛未婚妻，一个有妇之夫，你们才是最烂的一对。我们那是正当交往，更是合法的补偿。一凡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孟云薇，这叫报应，懂吗？你能做初一，就别怪别人做15。我不管，沈一凡，你听到了吗？我不管什么法律，也不管什么婚约。我现在得了重病，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这都是被你们逼的。要不是你们步步紧逼，要不是你们当众羞辱我，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沈一凡，你必须对我负责，你欠我的，你这辈子都还不起。重病？什么重病啊？看他这副样子，不会是传染病吧？人家是何松雨，还多了，谁知道呢？你看他那脸色，跟死人没区别，真晦气。你要是不养我一辈子，我就死在你公司门口。我要让全城的人每天上班都踩着我的命，我要让你沈一峰这辈子都背着杀人犯的名声。别过来，谁过来我就滑下去。孟云薇，你别乱来，这里是公众场合，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乱来？沈一凡，你也会害怕吗？你也会担心你的公司名誉吗？我告诉你，是你们逼我的。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现在立刻跟这个姓陆的狐狸精离婚，然后娶我，当众承认我才是你的妻子，养我一辈子。第二，要是你不答应，我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用这个药瓶划开我的脉脉。我要让我的血溅满你们公司的大门，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你们这对狗男女联手逼死了我。住手！孟云薇，你以为你现在是在干什么？演电视剧吗？还是觉得这样就能威胁到我们？你要是真敢伤害自己，我保证你下半辈子不仅得不到沈一凡的1分钱，你还会被立刻判定为精神失常，送进那种暗无天日的医院里被强制看管。在那里，你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你会像头畜生一样被绑在床上度过余生。而且，你以为这样就能毁了我们的名声？孟云薇，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大家现在看着你，只会觉得你是一个贪得无厌、背叛在前，最后走投无路的疯子。你的死，连这块地板的清洁费都不值。你胡说！还有，你以为我们会任由你在这儿闹吗？我们早就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现在放下东西，跟警察走，还能算你个寻衅滋事从轻发落。要是你执迷不悟，
孟云威后果自负。不，警察，我不要被带走，我没犯罪。在那儿，拦住他！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沈一凡，沈一凡，你救救我！我都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好了，一凡，没事了，闹剧结束了。各位，刚才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让大家受惊了。为了让大家平复一下心情，我宣布，今天下午全员放假，工资照发，奖金翻倍，大家辛苦了。唉，希望经过这次，他能在里面反省一下，以后安分一点。不会的，孟云威这种人，贪婪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他那种人，不到黄是绝不会心死的。一凡，你猜得真准，刚收到消息，孟云威被放出去了。意料之中。可不就是嘛。律师也说了，他在公司大厅虽然闹得凶，但毕竟没动手，也没造成什么实际的财务损失。警方那边顶多定个寻衅滋事，再加上他那个病，法律也得讲究点人道主义，最后也就是口头警告加罚款。人道主义这种东西用在孟云威身上简直是浪费，警方也挺无奈的，总不能让一个随时会病发的疯子烂在里面。所以喽，这疯女人现在又重获自由了，以她的性格，估计这会儿正憋着坏水，想怎么反攀呢？他敢！这种伤风败俗的货色，要是再敢出现在你们面前，我直接让老张去处理，绝不姑息。静怡啊，别提那个晦气东西了，来，多喝点汤。咱们沈家现在可不兴提那些脏耳朵的名字。叔叔阿姨，救救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开开门啊！王姐，把他请走。沈家不欢迎这种晦气的东西，别让他踏进大门一步。是夫人，这位女士，你别往里挤呀！你撒手，快撒手！叔叔阿姨，我给你们跪下了，求求你们了，让我见见一凡吧，我真的不能没有他，我快死了，我真的快死了！我现在得了重病，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这辈子我最后的心愿就是想在临死前跟一凡说几句话，哪怕是一句也行啊！你们不能这么狠心啊！孟云威，你闭嘴！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当初是你嫌弃我们一凡，是你背着他在外面搞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你落魄了，得病了，你还有脸跑来这儿叫丧？赶紧滚！不然我现在就报警抓你第二次！报警？你们报啊，抓我去坐牢啊！反正我这副残破的身体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怕什么？你们今儿是不让我见沈一凡，我就死在这儿！我守在你们沈家门口，我天天叫，夜夜喊，我倒要看看海城的人怎么出门，我看议论你们沈家，我让你们沈家永无宁日！一凡，孟云威，闹够了吗？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你只是生我的气，你在惩罚我，对吗？一凡，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跟徐瑞泽那个畜生在一起，我不该背叛你，我不该在婚礼上羞辱你，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发誓，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我再也不胡闹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原谅？孟云月，你是不是在那里面待了3天，把脑子待坏了？晚了，你看看清楚，我已经结婚了，静怡才是我的妻子。而你只是一个曾经让我觉得恶心的过去，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更不要出现在我父母面前。不晚，你可以跟陆静怡离婚啊！一凡，我不介意你结过婚，我什么都不介意，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咱们8年的感情，难道还抵不过这个才进门1个月的女人吗？我介意。孟云威，你要点脸吧！一凡现在是我的丈夫，是海城名正言顺的沈太太的男人，你在这儿像个泼妇一样纠缠不休，除了让大家看笑话，还有什么意义？你闭嘴！我在跟我前男友说话，关你这个狐狸精什么事而入？一凡早就回到我身边了，是你抢走了我的幸福，你这个不要脸的第三者！够了，孟云威，你再敢对静怡不敬，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一凡，你吼我！你居然为了这个认识才1个月的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吼我！沈一凡，你还是人吗？我们8年的感情了，整整8年，我20岁就跟着你，我为你受过3次罪，我把一个女人最好的8年全部给了你。你当初为了我可以跟你的亲生父母决裂，可以连大少爷的身份都不要，为什么现在你这么决绝？难道我8年的青春还比不上你跟这个狐狸精1个月的婚姻吗？你回答我！孟云威，别再提那8年了，那8年不是你给我的恩赐，而是你亲手挖好的陷阱。8年的感情早就被你亲手毁了，毁在你的自私里，毁在你的虚荣里。从你提出要跟徐瑞泽独处的婚礼上让他代替我拜堂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一凡，我那是骗你的，我那是气话，我根本就不爱徐瑞泽，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都在想你。叔叔阿姨，你们信我，我只是
我只是想考验考验一凡，我想看看他到底有多爱我，想看看他能不能为了我忍下这份委屈。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一凡啊。考验，用背叛来考验。孟云薇，你的考验还真是特别。那是不是说，我也该用新婚夜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来考验你？我也该用这张结婚证和我的偏爱来考验你？这种考验，你接受吗？你受得了吗？云薇，原来你在这里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鬼啊！你滚开！你不是逃回国外了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畜生！你离我远点，别过来！云薇，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好歹独处了3天，那可是谢恩规矩啊。咱们之间也是一场缘分啊。谁跟你有缘分？你这个魔鬼！是你骗我，是你把那个病传染给我的！你毁了我这辈子！我要杀了你！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同归于尽？孟云薇，你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想跟我斗？我告诉你，我这次拼了命回来就是来找你要钱的。我现在的治疗费是个天文数字，你把我害成这样，你必须给我钱！我没钱，我哪里还有钱？我为了找那个该死的专家，把首饰全卖了，我现在连买馒头的钱都没有了。你没钱，沈大总裁有钱啊！瞧瞧这宅子，瞧瞧这气派。沈一凡，你现在可是沈氏集团的总裁，身家过亿，随随便便从指缝里露那么一点点出来，就够我们2个治病活命了，对吧？你休想！我沈一凡的1分钱，就算扔进水里听个响，也不会给你们这种肮脏的东西。沈一凡，你别这么绝情嘛！做生意的人讲究个名声，云薇毕竟跟了你8年，这8年里为你受了3次罪，连身体都搞垮，你怎么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死在街头呢？再说了，要是我们把你当初怎么追求云薇，还有你们之间那些事儿，再把你新婚夜带别的人到婚房逼走劫房妻这种精彩剧情捅到媒体上去，你猜沈氏集团的股价得跌多少个点？你敢威胁我？我不是威胁你，沈总裁，我这是在跟你商量。一口价1000万，只要你给我们1000万，我们就立刻从海城消失，这辈子都烂在外面，再也不回来打扰你的清静。不然的话，我就把孟云薇为你受的那些罪，把你的负心薄幸，还有你新婚夜干的那些脏事儿，一五一十全告诉那些爱听八卦的媒体。我要让你在海城身败名裂，我要让你出门都得被口水淹到。徐瑞泽，你刚才的表演真的很精彩，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加上你刚才亲口承认的那些商量，我咨询过我的私人律师，这些证据足够让你在监管机构的牢房里坐上10年牢了。你敢阴我？阴你又怎么样？像你这种烂透了的人渣，就该去你该去的地方度过余生。喂，警署吗？这里是沈家老宅，有人敲诈勒索，金额1000万。别报，别报警！拦住他！你们放开我！我是病人，我有传染病，你们没权利抓我！救命啊！杀人了！我怎么这么傻？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畜生？沈一凡，你是对的，是我自己瞎了眼，是你毁了我的一切，不是我自己毁了这一切啊！孟云薇，这是你自己选的路，怨不得别人，以后好自为之吧。最后的消息，那个女人离开江城了。听说她去了外地。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去了哪里，也没人再关心她的死活。在那个人海里，她已经像一颗卑微的尘埃，彻底消失了。也好，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沈总裁，既然尘埃已经扫干净了，那沈氏集团在全国的业务扩展是不是也该加速了？陆副总说的对，陆家和沈家联手，这海城乃至全国，迟早都是咱们的。静怡，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从最初的联姻到现在的相爱，我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幸福是这种感觉。我也是。